刚才有人喊出了我的愿望，现在我想跨级别跟波球来一场挑战赛。他是被人称为拳击领域的小波球，为了能保留泰拳最后一丝体面，于是果断顶替波球出面迎战正处于巅峰时期的邱建良。当然，邱建良并不会去主动欺负一个即将退役的老拳王。35岁的拳击冠军纳荣邦辰在年轻时期很厉害，可谓是叱咤风云，谁来杀谁。虽然年龄大了，但他依然拥有丰富的作战经验和心思缜密的战术打法。然而邱建良则是第一次跨界来到拳击领域，不知道他在擂台上能不能忍住不伸腿。对此，邱建良是这样说的：所有的训练都是针对于拳击比赛来进行的，这种担心是必要的，但我们会通过一些专业的训练和这个专项训练来改变这些习惯。自从上一场比赛结束之后，我到现在没有踢过一腿。咱们话也不多说，因为说再多也没什么用。既然邱建良有勇气跨界来到拳击领域作战，那么邱建良必然有十足的把握取得胜利。只要不伸腿，应该问题不大。穿上衣的是被人称为小波球的纳荣邦辰，光膀子的那位是鼎鼎大名的坦克邱建良。这个所谓的波球背景可不简单，按道理来说，波球理应喊他一声师兄。虽然俩人不在一个领域进行发展，但按照俱乐部的规定和泰拳的等级规划，波球喊纳荣邦辰一声师兄一点都不过分。在赛前询问邱建良，邱建良说这样其实反而更不好打，因为选手没人想要连负。对，找了一个时间差，邱建良一直在移动，前次，再一次，但是都没有打到。哦，纳荣邦辰的摇臂做的非常的老道啊，对，移动并不多，恰好躲开你的拳。拳击是以动作小而著称的，这个细节，这个格斗术属于是。所以说，对于两位选手来说呢，其实场上都需要适应。刚才呢，这个我们的主持人郭成东先生也说到了，纳荣邦辰也得试一下这个六角形的场地到底是什么样的，这比较难吧？这场比赛对邱建良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考验，同时也是一个非常巨大的挑战。不仅仅是首次跨界打比赛这么简单，并且其中还有波球在其中掺和。毕竟纳荣邦辰是波球明面上的大师兄，只要邱建良能击败纳荣邦辰，那么就可以证明邱建良有击败波球的条件和实力。真要是输给了纳荣邦辰，邱建良就可以一笑泯恩仇，再也不提及挑战波球的事情。这个一漂亮，纳荣邦辰有点站不住了，是有点懵。邱建良有机会，而且其实刚才我们也说到，邱建良本身他是这个脚下的步伐和进攻线路非常灵活诡异的两个人赌了一下重击。对，就是打拳击的话呢，也有优势在。这个4回合的比赛，我觉得对于纳荣邦辰来说，没有太多的这个拳击经验和战术可用。因为回合数比较少。35岁的纳荣邦辰已经在拳击领域作战了20多年，面对眼前这个初入拳击领域的毛头小子，无论是输还是赢，首先要把气势给打出来。毕竟他这次打比赛代替的是波球。不得不说，虽然纳荣邦辰年龄大了，但这家伙的作战意识很是高超，稳定的步伐，移动加上身位的虚晃，很快就让纳荣邦辰拿到了比赛节奏。邱建良说自己会担心，两个人如果对攻特别激烈的情况下，可能会出腿。对，我刚才也在想说，现在我其实最担心的就是，我都替邱建良捏着一把汗，就害怕这个，就有时候这个本能啊，这个训练习惯、应激反应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害怕他出现违规动作。对，所以说我说对于邱建良来说，其他的我们都可以先放一边，最重要的是这个规则，规则，这是一训练习惯的问题。没错。这个大家举一个例子，尤其是戴眼镜的朋友，你知道。有时候你不戴眼镜的时候，你也会去推一推啊，去推眼镜啊，不自觉的动作。这个也不知道。第2回合开始了，为了不在擂台上出腿违反比赛规则，邱建良对此做了很长一段时间的针对性训练。不过初入拳击赛场的邱建良还需要一定的时间熟悉环境，导致比赛一开始就被纳荣邦辰猛压，甚至连最基本的反手之力都没有。唯一能做的就是稳住比赛局势，慢慢渗透纳荣邦辰的作战计划。再加上纳荣邦辰的作战体系很是完善，邱建良很难在短时间内完成对纳荣邦辰所有的了解。有点追不上邱建良，所以打他身体，把他定住，然后再去输出。纳荣邦辰非常有经验啊，对，这是他的一个很聪明的选择和打法。邱建良做的这个快拳还是很不错的，前手漂亮，漂亮，一上钩，想要打斧，邱建良躲过去了。纳荣邦辰的拳法还是有这种典型的泰式拳手的这种风格，对重击更在意啊。
随着时间的推移，邱建良慢慢对那荣邦辰有了一个新的理解。突然发现那荣邦辰只会打前手迎击，无论什么时候对邱建良发起进攻，他都是一副咄咄逼人的状态，那就不好意思了。邱建良的后手拳已经准备就绪，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只要那荣邦辰稍有不慎，暴露出一个致命的防守弱点，那么邱建良将会在最短的时间将那荣邦辰打服。而拳法作为格斗术里边最重要也是最需求、最基础的技法呢，其实很难练。对，这个很难练。平勾，漂亮，又2次，那荣邦辰后退了，站不住了，有一些晃。哇，邱建良这次的拳击赛给我们带来了挺多的这个精彩的部分。对，哎，相对于那荣邦辰，就算到了合理的进攻距离，那荣邦辰的前手迎击拳根本无法阻碍邱建良的后续进攻。无论那荣邦辰出拳还是不出拳，邱建良的后手重拳一定不会缺席。不得不说，那荣邦辰的抗击打能力还是可以的，挨到了这么多次重击依然没有什么大问题，并且连步伐移动都没有减少，依然在继续猛压邱建良内围做动作。与其说他是在对邱建良发起主动进攻，不如说那荣邦辰是在主动挨打。虽然有2次被打的有一些摇晃，但是很快就找到了状态，并且把状态前压。是，虽然说这个好汉不提当年勇，但是那荣邦辰在巅峰时期，在整个亚洲啊都是这个睥睨群雄的。好，上空给打断了一拳，是。好，现在呢进入到了第3回合，这也是常规4回合比赛里边最重要的。第3回合开始了，从比赛一开始，那荣邦辰就是主动进攻的一方，一直到第3回合依然是处于主动进攻。表面上看是在发起主动出击，其实那荣邦辰一旦进入邱建良的进攻区域，邱建良便会立刻发起严厉反击，时间不长，显现的不是特别明显。其实那荣邦辰已经是邱建良的囊中之物，只是缺少一个合适的进攻机会而已。由于身体的惯性，邱建良使出了一次违规招式，这次警告并影响不了最终的结果判罚。比赛经验啊，这个来决定场上的这种心态和状态。打得多了，这种你要让他抓到一个机会啊，他非常晃了，5秒了，感觉还没有缓过来，对，没有缓过来，对，强行的在调整，好一些，打活上勾，哇，漂亮，又一次多，邱建良终于爆发了。连续2次击倒5秒那荣邦辰，这个号称是小波球的泰国男人陷入了困境。邱建良手起刀落，再次击倒那荣邦辰一次。这场比赛以邱建良大获全胜收尾。他不会放过这个机会，继续击倒，漂亮。3回合，依然是在这个自由搏击熟悉的。这更重要的是，我觉得邱建良在这一次跨界的突破的成功，足以去让很多的质疑声可以熄灭了。没错。最终邱建良获得了比赛胜利。如果是邱建良和波球打一场比赛，大家会支持谁多一点呢？如果满分是100分的话，你会给邱建良打几分？视频到这就结束了，咱们下期不见不散。